陆晨啊，你辛苦一下，今晚把3套备选方案都出来。年轻人嘛，要有拼劲儿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拼劲儿，我拼你祖宗！好的，领导，没问题，我马上做。不是吧，我年假还没休。这是哪儿？还没醒，醒不醒都一样。三公子这次算是废了。废？他什么时候不是废物了？一个输出的病秧子也敢去查二公子的账，真是活腻了。嘘，别让人听见。听见又怎么样？府里谁不知道老爷最看不起这三公子？他娘死得早，自己文不成武不就，平日见了谁都低头，连狗都敢冲他叫两声。我作死了，让我穿越了。大元王朝，镇北侯府输出3次，因为发现了二哥陆昭侵吞军粮的烂账，被倒打一耙，活活打死在这间柴房里。醒了，三弟命还真硬。父亲念你年幼无知，没把事情闹大，你也该长记性了。三弟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该碰的，有些话也不是你该说的，明白吗？军粮，真是你动的？你还真是不长教训。所以是你？就算是又如何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一个废物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可以试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可以试试，试试以后我到底能把你怎么样？啊！看来这顿打还没把你打清醒。三弟，别怪二哥没提醒你，人活着有时候比争一口气重要，尤其是像你这种本来就没什么本事的人。没本事？行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本事。侯爷，不是我沈家无情，只是婚姻大事终究要看前程。前程？沈通判这话是嫌我镇北侯府没前程？三公子，前面正闹着呢，您千万别去了，免得又挨一顿骂。为什么不去？人家都打上门了，我总得看看。三公子，你这沈家还真是有趣。三公子到了。你来做什么？听说有人要退婚，我这个当事人总该在场。听说有人要退婚，我这个当事人总该在场。三公子，老夫今日来就是想把话说明白。你我两家旧义仍在，只是儿女婚事讲究缘分，轻甩于你，终究不太合适。沈姑娘也是这个意思。是，婚约若继续，对你我都不好。明白了。三公子能理解，自然最好。退婚可以，但不是你们退我的婚。什么意思？你放肆！婚姻之事，岂容你如此戏言？戏言？沈大人若真讲情分，大可私下找我父亲商议，给彼此留个体面。可你偏偏跳在侯府前厅，当着我父亲与诸位族亲的面把事情挑破，不就是觉得我陆晨是个废物好拿捏，觉得我侯府如今内忧外患好欺负吗？沈姑娘，我不怪你，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。若我是你，大概也不愿意把一辈子的前程放在一个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废物身上。但是今天这桩婚，不是你们看不上我来施舍我一个体面，是我陆晨自己不要了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婚约作废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不过我也把话放在这里，你们觉得我是废物，可以。3个月内，我会让幽州高涨的盐价降下来；半年内，我会让边军的军械翻1倍；1年内，我会让北敌不敢侵犯幽州半步。三弟，你昨晚发烧还没退吧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疯话？我很清楚，今日你们看不起我，没关系，但总有一天你们会发现，你们今天退掉的不是一个拖累，而是一个你沈家高攀不起的机会。站住！陆晨，你方才放出的狂言，若做不到，就是整个侯府的笑柄。做不到，我自己滚头出侯府。若做到了呢？若做到了，请父亲给我一个证明我自己能掌局的机会。可以。三公子，您怎么跑前厅去了？那地方现在谁去谁造没。沈家那个老东西说话难听的要命，您没吃亏吧？他们没有对您动手吧？没吃亏。真的？真的，还顺便把婚退了。
三公子，您说什么？婚退了，我提的。三公子，您今天怎么这么猛？因为死过一次，想通了。人真死过一回，再看很多事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前世我忍了太多，忍老板，忍甲方，忍不公，因为规则告诉你不忍也没办法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这不是原来的世界，没有成熟的规则，乱、危险、血淋淋，但也意味着这盘棋我可以掀桌子重下。搞钱，盐，什么盐？这镇北侯府简直是一片待开发的热土。幽州临近盐碱地，城外有大片废弃的盐滩，对吧？有是有，可那地方出的盐又苦又杂，吃多了还拉肚子，都是穷的揭不开狂的人才去吃，大盐商根本看不上。看不上，说明还没人把它做成真正的生意。可那盐本来就不好啊，全是沙子和毒花花。不好，是因为他们提纯的方法太烂，不是因为这东西不能做。提纯？没法跟你们解释太多，你们就当是一种能把有毒的脏盐变成雪白好盐的独家秘方。公子，您还会这个？不会也得会，因为这局没人能替我们打。三公子，您要是想玩泥巴，后花园有的是地方。库房的东西，哪怕是破的，那也是侯府的资产。没侯爷的手令，小人可不敢随便往外拿。你可以不给，但等我回头拿着父亲的手令来，你就不是给不给的问题了。你想清楚，现在侯府的内宅，谁才是主子？阿曼，走。杂质多，颗粒粗，含泥量极高，典型的劣质矿盐，但这恰恰意味着利润空间巨大。阿蛮，把那几个盐户叫过来。这位公子，您找我们？你们平时怎么出盐的？做一遍我看看。原始到令人发指，没有多层过滤，没有分级提纯，难怪吃死过人。借你们的锅和地方用一用。公子，你也要煎盐？我来试试。火候太急了，撤神，用文火。公子出盐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咱们祖祖辈辈都在这烂地里刨食，怎么可能熬出这么白的盐？老天爷呀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咱们祖祖辈辈都在这烂地里刨食，怎么可能熬出这么白的盐？老天爷呀！公子不苦，只有咸味，神了！您真是神仙下凡了！不需要神仙，只需要标准意识和流程优化，这就是不同文明维度的降维打击。如果我把这块地盘下来，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做？公子，若真能做出这种好盐，咱们做梦都愿意跟着您干。可是什么？可是这幽州的盐路早就被周家霸死了。咱们以前不是没想过多卖点钱，可只要坏了周家的价，第二天摊子就被砸了，轻的断财路，重的断腿呀。周家，城里那个大盐商？是，当家叫周福来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连官府里都有他的硬关系。公子碰不得啊！公子，要不咱们先缓缓，等您在侯府站稳了脚跟再。缓不了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别人能慢慢熬，我不能。这局必须速战速决。阿蛮在。回去之后，把咱们院里所有的银子全部拿出来。全拿？那可是您的保命钱。全拿。另外，你去城里市检过打听周福来的所有消息，他的店铺分布、车队路线、脾气爱好，甚至是背后官员的名字，越细越好。是，公子。单纯卖好盐赚不到大钱，更活不长。
周家这种地头蛇，要么砸盘，要么抢方子，要么干脆连人一起做掉。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做盐，是做局。公子，咱们不就是熬了点好盐拿去卖吗？您咋画的这么麻烦？因为真正难的，从来不是把东西做出来，是做出来之后怎么活着卖出去。这个时代的人做生意凭经验、凭人情、凭旧习，而我带来的是流程控制、资源博弈和降维碾压。公子，打听到了，那个大盐中周福来40来岁，原来就是个流氓盐贩子，后来攀上周府的关系才做大。听说他手底下养着不少泼皮，而且他跟咱们侯府二公子那边有来往。跟陆昭有来往？对，有人亲眼见过二公子私下里收过周家不少孝敬。这就更有意思了。继续去查，尤其是查清楚周福来最近几天最在意、最头疼的是什么事。是。三公子，老奴有句话，您这几日不知当变了很多，是好事。您说。可老奴总怕您太急了，盐商心狠手辣，不是好惹的。二公子更是视您为眼中钉，您现在势单力薄，要是万一……傅亮，你觉得我不做这些就能好好活着吗？从我被打个半死扔进柴房那天开始，这条路就不是我是选的问题了，是我不往前走就只剩死路，退一步背后就是悬崖。那老奴就陪着您赌这一把。公子，打听清楚了，周福来最近最头疼的不是别的，是南市新开的一家大酒楼。酒楼？对，那家酒楼财大气粗，从云州请了顶尖的大厨，做菜极度讲究，一开张就把几家老店的客人都抢光了。周家原本包揽了那些酒楼的盐，可这新酒楼嫌周家的盐太粗发苦，直接退货了。周福来正为这事儿恼火呢。叮，核心突破口已锁定。好。你昨天不是问我这盐该怎么卖吗？走，突破口来了，来了。哇，这里就是云来楼。公子，咱们就这么直接进去，要是人家看咱们穿成这样，直接赶人怎么办？那就想办法让他见。阿满，你记住，在这世上，别人见不见你，从来不是看你的身份，而是看你能不能给他带来价值。两位，吃饭楼上请，若是来找人谈生意，谈生意，本店生意好得很，不缺散客送货。若是卖菜卖肉，去后门找采买管事，别挡了前门的路。我卖盐。卖盐？那你来晚了。我们云来楼有固定的盐商供货，后生请回吧。你们之前的供货盐贩，最近被退了3次，其中2次是嫌盐的杂味太重，还有1次是嫌颜色发黄，尤其在做你们大厨拿手的清蒸河鲜时，苦涩味根本盖不住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们那位重金从云州请来的大厨最近很火大，好菜配烂盐，口味提不上去，长此以往，砸的是云来楼好不容易抢来的招牌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。阿蛮，上货。这盐，尝尝。若是做汤羹、清蒸，味道至少比你们现在用的盐高出1个档次。你若做不了主，就去请能做主的人来。掌柜，你们想就来了。这盐哪儿来的？我做的。胡说八道！这种成色的细盐，别说幽州，便是云州府都少见。你一个毛头小子能做得出来？糊弄鬼呢！借卧厨一口锅，给我做一道最简单的清水豆腐汤，什么调料都别放，只加我的盐。照他说的做。如何？好盐，老子服了。小兄弟，你有多少货？
现在不多，但只要你敢接，我就敢保稳供。价钱呢？在周家现行盐价的基础上，加30%。加30%，这也太黑了。不贵，你买的不是盐，是你云来楼压死竞争对手的底牌，是未来的金字招牌。好一个买招！哈哈哈哈！我先要50斤，只要客人吃得好，我云来楼以后的用盐全包给你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讲，别藏着掖着，用了我的盐，就要把名头打出去。你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幽州的食客，你们云来楼用的就是幽州最好的新盐。后生可畏，有点意思。在下秦四海，还未请教公子尊姓大名。陆晨。明日此时，货送到。阿蛮，走。成了，公子，真成了，咱们要发财了！高兴早了。云来楼只是敲门砖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。您是说周福来？云来楼只要一把招牌打出去，周家的断头饭就端上桌了。你以为那条地头蛇会不来找我们咬人吗？公子，周福来来了，带了好多人。听说侯府三公子最近弄了门新买卖，周某元还不信，今日一见，倒真是开了眼啊。周老板消息挺快，做生意的消息不快可不能。只是三公子毕竟年轻，有些门道怕是不懂。盐这东西水深，没熟人带着，可是容易淹死人的。你咒谁呢？所以周老板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来教我门道的。您这盐方子确实不错，但与其自己瞎折腾，不如把方子卖给我，10两银子，够您在侯府舒舒服服过好一阵子了。10两银子买秘方，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行啊。公子，不过在卖给你之前，我准备先做几件事。第一，把这桌上的盐样免费送去幽州府几位主簿和知州的大房里。第二，再送100斤去边军的火头营。第三，我会派人去南市，挨家挨户告诉所有大酒楼，周家的粗盐掺沙重，杂味大，吃多了折寿。而我陆晨手里这批，才是幽州独一份的好盐。你敢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选择。你今天带人冲进我的院子，不是想合作，是想生吞了我。既然如此，我总得让你知道，吞我是要崩断你的牙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3个条件：第一，你周家的车马、伙计、铺路渠道全部借我用；第二，你手里现成的盐印网，我要分1半的直接调度权；第三，咱们不打价格战，我用你的渠道走货，每月净润我分你2成，让你躺着继续赚钱。借我的路，夺我的权，拿我的钱。三公子，你好大的胃口！不大，我给你留了2成，这是活路。若我不答应呢？那你可以试试，看看是你周家这条地头蛇的门路硬，还是我镇北侯府三公子的招牌硬。再不济，我把这方子直接献给我父亲，献给10万幽州边军。到时候别说2成利，你周福来连坐在这里跟我谈的资格都没有。成交。三公子，您好手段，希望您真能守得住这门大生意。放心，我守得住。不送。公子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公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可是周福来啊，吃人不吐骨头的周阎王啊！他居然真的给您低头了，咱们不仅没卖方子，还抢了他的车队。不是我厉害，是他输不起。输不起？生意场上最怕的不是对手强大，而是局面不可控。周福来怕的不是我，而是怕我这个光脚的去掀翻他那个穿鞋的基本盘。
而我最擅长的，就是把不可控的风险变成自己手里的筹码。公子，公子赚了，咱们真的赚了！第一批货全卖空了，连周福来那个老狐狸派人送分红过来的时候，脸上的笑都快堆到天上去了。利润不夸张，但作为起步盘，勉强及格。公子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外面都不叫您废物了，大家都说侯府出了个会做神仙盐的三公子。三公子，侯爷有令，命您即刻前往议事厅。啊，公子，侯爷突然找您去议事厅那种重地，不会是咱们卖盐的事儿被二公子告发，又惹出什么大麻烦了吧？不会。啊，这次他找我，不是为了找麻烦，是来找答案的。这盐是你弄出来的？是。南市最近流传把周福来逼得让出车马的新盐，也是你？是。三公子，这盐我昨夜让火头军尝过，比咱们军中平日嚼的那些苦食都强了100倍。可老朽就是想不通，你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？流程优化，改了提纯的法子。流什么话？你卖盐，我不拦你。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，你一个从不过问俗事的人，突然弄出这些动静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个昔日的废物弟弟，竟然堂而皇之地引起了父亲的绝对注意。为了活命，父亲镇守幽州多年，比谁都清楚。如今的边军看着兵强马壮，实际里子已经空了，军粮连年亏空，军械年久失修，城外流民一年比一年多，城内盐价和粮价却还在疯涨。再这样耗下去，根本不用北狄大举来犯，幽州自己就会先从根子上烂掉。三弟懂得倒不少，只是在这大放厥词，纸上谈兵，谁不会？你不过就是弄了点小聪明，卖了几袋盐，就敢在这里妄议军政大局？我不是妄议，我是已经在做。盐利归拢可以补贴军中部分开支，城外流民招募可以变成工坊和屯田的绝佳劳动力。废弃的盐滩、长满杂草的荒地、停工的铁坊，那都不是废物，那是没被利用好的隐形资产。幽州要活，不能只靠死守，得先学会自己造血。你想要什么？鱼儿上钩了。第一，西郊荒地300亩；第二，西郊废弃铁房；第三，自主招募流民的人事权。300亩荒地，他还要铁放？胡闹！流民若是拒绝管不好，那是会酿成民变的。三弟，你倒是真敢开口！你以为你靠卖盐就能撑起个公和几百亩地，到头来赔个精光，还败坏了侯府的名声？但若我是我的事，二哥是不是也该当着全侯府的面承认你自己还不如我这个废物？够了，我给你3个月，西郊荒地、废铁坊人手调令全部给你。但是3个月后，你若做不出成效，就把这些东西原样交回来。若你只是想借此胡闹，不用别人动手，我亲自按家法废了你，绝不让父亲失望。公子，怎么样了？侯爷没发火吧？啊！回去收拾东西。西郊荒地、废铁坊、招募流民，我的亲娘嘞！侯爷真给了，全给了。阿满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了，咱们有自己的地盘了。公子，这也太破了吧，连根草都不长，跟乱葬岗似的。侯爷给是给了，可这地方底子全烂了，真要收拾起来，咱卖盐赚的那点银子，怕是连塞牙缝都不够啊。不怕破，破才好。破还好，破
说明没人盯，没人抢，说明这里有100%的改造空间。别发呆了，开工先做2件事：第一，招人；第二，就地起工棚，搭灶台。招谁？流民。公子，那些流民最难管了，为了半口吃的能杀人，官府见了都头疼啊！正因为没人要，咱们才要。对别人来说他们是麻烦，对我来说，他们是这乱世里最便宜也最急需活路的人。又是哪个大户人家来骗人做苦役的吧？去了就是白干活，说不定还可能被打死。来我这里干活，管饭，给工钱，做满3个月，表现好的分田，会种地的去开荒，会打铁的进工坊，会木工的修屋建渠，偷懒耍滑的滚，抢粮闹事的斩。阿蛮，掀锅，开饭！先吃，吃饱了再决定留不留。别人招工都是先让人低头听话，再给残羹凉纸。公子是先甩出活路，再立生死规矩，这不是心软，这是真能拿捏人命的高明啊！都过来吧，会打铁，会一点。那座铁房你能修吗？修？炉子裂了，风箱烂了，剩下的矿料全是渣子，神仙来了也炼不出好铁。劝你别白费银子了。嘿，你这要饭的怎么说话呢？吃着我们公子的饭，还敢这么说话？如果炉廊结构重砌，改用耐火泥加固，风箱换成双洞活塞式结构，矿料重新洗选分拣，最后把木炭的含氧比例和火力再往上提2倍呢？你懂炼铁？略懂一点，至少比你想象中懂得多。你叫什么？镇北侯府陆晨。我叫韩柱。若你真能把那破炉子按你说的法子弄活，这条命以后我卖给你。韩柱，成交。这炉子以前的底子不差，是后来火候不对，加上常年没人维护，才被生生烧废了。能修吗？能修，只要按你刚才说的那些法子改，我韩某拼了这条命也给你修出来。但这得花大功夫，费人费力。那就修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。陆工，你带木工组负责搭建房屋，泥瓦组负责烧制砖瓦，垦荒组负责开垦荒地，注意安全，提高效率。今天搬完这堆木料，记1工；修完那段炉墙，记2工。谁多干，谁多拿肉汤和铜板，谁偷懒，谁就给我滚出去饿死！公子，绝了，真绝了！那些流民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。咱们这儿现在越来越像模像样了。还早，现在只是把台子搭起来，稳住了人心。真正难的是台子上能不能唱出戏，炉子里能不能出真东西。点火！风力不够，再加炭，快！出铁！成了，真成了！老天爷啊！这成了！你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加高炉身，双踏板风箱，你是妖怪吗？先别高兴太早，能出铁只是第一步。咱们要做的不是打几把锄头菜刀，
是做能量产的标准件。标准件？那是啥玩意儿？所谓标准片，就是每一把出厂的枪头，每一个弩机的零件、尺寸、重量、卡槽必须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这不可能，光靠敲打怎么可能做到分毫不差？就算能，那也得是最顶尖的打铁师傅，1个月也打不出几件。不需要顶尖师傅，我们用精铁铸造母模，把整个打造过程拆分开。第一组只负责熔铁镀膜，第二组只负责打磨刃口，第三组只负责钻孔组装。这样不仅极快，而且坏了一个零件，随便就能换上新的，缺了立刻能补。这就叫流水线量产。拆解工序，尺寸统一，坏了能随时替换，妙啊，绝妙啊！公子，你不是略懂，你他娘的简直是祖师爷直接下凡赏饭吃啊！这等神乎其技，简直是祖师爷下凡。以前在侯府，谁看见三公子都敢踩一脚，骂一声废物。可现在，连韩柱这种眼高于顶的顶级狂人都被公子折服的五体投地。我忽然觉得，这侯府的这盘死局，公子真能杀出一条血路。这还是那个细胶吗？这都是你弄的？算是吧。大哥怎么今天有空过来？父亲让我来看看。我原以为你在议事厅立军令状，就是图一时痛快，闹腾几天也就歇了。没想到真让你折腾出点样子了。既然来了，大哥不如进来验验货。这是什么？大哥长长眼。连发弩的简化试制试皮，射程和精度还不算完美，不过能用。连发，给我试试。继续扣。这东西真是你弄出来的？图纸和思路是我的，具体打造是韩柱他们手搓出来的。只要后续模具跟上，就能量产。三弟，以前是大哥瞎了眼，看轻你了，我给你赔罪。大哥别这么正式，真要觉得过意不去，我这里以后然后缺材料、缺木炭、缺试弩的兵，大哥的军营可得给我开个绿灯。行，以后你西郊这边缺什么，直接拿我的腰牌去军需处提，谁敢为难你，我敲碎他的骨头。只要把这位武将大哥拉上战车，自己的工业基地才算有了真正的武装保护伞。二公子，千真万确。大公子今天去了西郊，不仅没有砸场子，反而跟三公子称兄道弟。走的时候，甚至把自己调兵的副牌都留给了三公子。现在西郊那个破铁坊，有大公子的兵在外面巡逻。他怎么可能？废物！他不是废物，他不仅弄到了钱，圈了地，现在居然连陆廷那个没脑子的武夫都被他拉拢了。不能再让他这么长下去了。去，通知周福来。就算毁了幽州的沿路，我也要他陆晨死在西郊的乱坟坑里。物资调拨令。小人阿蛮见过运粮官大人，这是本次侯府支援的物资清单。末将等见过陆帅。陆廷的一句话胜过我跑断腿。官方的天使注资入场，我的底牌终于厚了1寸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侯爷的书房传出调令，库房直接往西郊拨了一大批木料和铁料，连带着还把军械营里10几个手艺最精的老兵也调去给三公爷帮忙了。他这是获得了侯爷的支持。父亲还真信了他。不只是侯爷，大公子那边好像也彻底对三公子改了观瞻。听说昨天母子在西郊亲自试了那架新弩，回去之后在军帐里夸了不止1次，说那东西是能扭转战局的利器。再这么下去，这侯府上下迟早要变天。人一旦得势，就容易忘形。我这个三弟不是能折腾吗？不是要在父亲和大哥面前出风头吗？那我就看看他那副孱弱的骨头到底有多经得起折腾。二公子的意思是，咱们派人去暗？愚蠢！他现在正得父亲和大哥的眼，
他若死了，第一个被查的就是我。杀人不如诛心，毁了他的基本盘，他自己就会变成侯府的罪人。先断他的威望，本就是一群饿急了眼的疯狗，闹起来了，还真倒是民必现。小人明白了，刘明若反，侯爷必定震怒，三公子的心血就全完了。趁乱，连东西都没了，他拿什么去跟父亲交这军令状？二公子高明，小人今晚就去安排死士混进西郊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一丝一毫的把柄，更别沾到我的头上。要是出到下场，小人死也不会牵连二公子。公子，不好了，有人闹事抢粮，我们的人拦不住。怎么回事？那几个生面孔，非说咱们工钱分的不公，饭也不够，带头砸锅抢粮，都不要命了吗？这不是普通的饥民闹事，这是有人专门塞进来的钉子，要毁了我的基本盘。都让开！哼，你就是那个什么陆三公子，来的正好。你嘴上说管饭给工钱，结果呢，老子们干了这些天，吃的越来越少，分的银钱连个铜板都没看见。你把我们当牲口使唤，现在还不准人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张黑虎。来我这儿多久了？6天。怎么，你想赖账？怎么样，我们赖？工牌拿出来。什么工牌？你连工牌都没有，就敢说在我这儿干了6天？你吃的是哪锅饭？记得是谁的功？老子给你卖命，你还要什么破牌子？兄弟们，他就是想黑咱们的钱，抢啊！闭嘴！阿蛮，查今天的记功名册。公子，查过了，名册上根本没这个人，他身边那几个带头的也全都没登记。原来是外头混进来搞破坏的！可恶，砸了咱们的饭锅，差点被他们骗了！打他们！撤，快跑！按住他们！谁派你来的？老子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老子就是讨饭的。听不懂，那就先打断他一条腿，再让他慢慢想。韩柱，动手。别，你敢？我真的只是个讨饭的。讨饭的不会知道怎么挑黄昏放饭，人心最浮躁的时候闹事。讨饭的也不会一上来就直冲我的粮仓和账房去。你不说我也能猜，是陆昭还是周福来？捆起来，别打死，先关进柴房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大家都静一静。今天这事儿大家都看见了，有人混进咱们的营地闹事，砸咱们的锅。这不是因为你们干的不好，是因为有人怕我们做的太好。因为西郊现在有饭吃，有活干，有工钱拿，坐不住了。我知道你们被骗怕了，心里也在打鼓，怕我陆凌说话不算数，怕你们卖了力气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从今天开始，每3天公示一次账目，谁干了多少工，谁领了多少钱，哪天加了肉，哪天进了料，全部贴在营地口的木板上，不识字的我派人念给你们听。你们替我干活，把命交给我，我陆晨也绝不拿你们当瞎子糊弄。公子说的对，我们信公子。谁敢再来砸咱们的饭锅，老子跟他拼命！信公子，信公子！真他娘的邪门！几句话就把这帮快饿死的狼训成了死士，这小就是完。那当然，我家公子那是能掀翻天的人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张黑虎，籍怪云州，逃荒来的，自称在木工组干了6天。是，我就是干苦力的，你们不能这么私设公堂。撒谎！第一，云州口音带后古音，你开口全是幽州城南市井的土话。第二，木工组这6天一共耗损了400根原木，30把锯子，每日领饭是双份。而在我的总账里，这部分口粮和号叫对得严丝合缝，根本没有你这张嘴的份额。第三，我的营地里，任何人干了什么活，去了哪里，领了什么东西，全都记得明明白白。而你这具大活人，却不在我的账面上。公子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铁条冷了，
我就把它插进你眼眶里重新加热。我全说是周家，是周福来手底下的管事找的我们。王八蛋，果然是这帮盐贩子。那个管事说，只要把西郊搅乱，让铁房停下来，事成之后就给我们兄弟10两银子，别的我真不知道了。只有周家。只有周家。韩柱，看来他是不想要这条腿了，动手吧。好嘞。还有人，还有侯府的人。谁？是侯府里的谁？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是个穿灰袍的管事。他跟周家的人一起见的我们。那个管事说，三公子最近太张扬了，让我们借着抢粮的机会给您添点麻烦，最好能把铁房里新做出来的那些弩给一把火烧了。是陆昭，除了他，没人这么恨不得咱们死。陆昭终于坐不住了，对付这种人，光知道是他干的没用，去父亲面前喊冤打嘴仗毫无意义。想要扳倒在侯府苦心经营多年的他，就得抓到一个让他无法翻身的铁证，一击必杀。而现在刀柄递到我手里了。老韩，把人看好，少了一根头发我拿你试问。公子，您这是要……去试试我手中这把刀能有多锋利。三公子，去通报父亲和大哥，就说西郊抓了只大老鼠。西郊的事我听说了，处理的还算稳。还有件事，请父亲过目。周家侯府管事，你怀疑谁？父亲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。没有铁证之前，不可胡言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来不是来击鼓鸣冤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希望父亲给我一个查账的权利。查什么账？军粮以及盐铁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西郊营地昨晚被人塞钉子闹事，这是第一次，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。有一把刀悬在我的头顶，我只能向前。父亲若只想息事宁人，维持表面太平，我现在就可以转身回西郊。但若父亲还想让幽州这个烂摊子重新立起来，那就必须有人把底下的烂账翻开。他在权衡我这个儿子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蠢货，还是当真有能力有胆识去动这一刀。我给你3天，只查西仓近半年的账。3天后若查不出东西，你立刻给我收手，滚回西郊。足够了。还有，若你真查到了什么，就别指望我再替这人遮掩。原来如此，这位镇北侯未必不知道不到府里和军中烂到了什么地方，他只是一直缺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也缺一把能不顾各方情面直接递出去的刀。这句话听着是敲打，实则是给我发放了杀人执照。儿臣定不辱命。三公子，这些就是咱们西仓近半年的出入总账和明细。您若想看，就请慢慢看，只怕看上个2月，也未必理得清这其中的门道。在很多人眼里，他是个废物，面对烂账必然抓瞎。但他们不知道，陆晨前世是在一堆弄虚作假的报表里杀出来的顶级项目总监。公子笑什么？这账目可是老府等人核对过3遍的，比比清楚。是啊，比比清楚，损耗、折旧、赎损，全都列得像模像样。可惜太像样了。一个真正复杂混乱的10万仓储系统，数据绝不可能每个月都这么工整，越工整越是刻意，真是本漂亮的好账啊！第一，粮耗比例连续6个月精准保持在 3.5%， 这老鼠吃粮食还带定阳的。第二，跟拿料的损耗数、单店库的冰原马匹数基数根本对不上。第三，也是最蠢的一点，这2批入仓记录的签押人叫王福，同一天同一个时辰，他居然在账面上同时完成了在西仓入库和在30路外南大营的点卯。怎么？他会分身术吗？去仓里。公子，看账就看账，去仓里做什么？对账。怎么不能去？自然能去，只是西仓常年不见天日，位重灰大，怕冲撞了公子千金之需。少废话，带路。这第1排粮仓是去年新修的吧？公子，您这敲敲打的看什么呢？看他们偷的到底聪不聪明。开这间。公子，这仓前几日刚封，底下的防潮石灰还没干透，若是随意打开走了风，粮食受潮，小人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啊。
我说开。把那块板子给我撬开！撬！这帮杀千刀的狗东西，连军粮都敢动！饶命啊！小的知错了。封仓，把所有经手过粮食的人全部给我看死在这儿！谁要是敢跑，当场格杀！我只想给他找点麻烦，让他在西郊狠狠栽个跟头。这疯子居然直接把西仓的天给捅破了！西仓的账我也沾过，该死！好大的胆子！把事情给我原原本本的说清楚，有一点说不清楚，我就砍了你们的脑袋！侯爷，军粮亏空至此，底层竟全是沙土。若北狄此时南下攻城，我10万幽州儿将拿什么去拼命？请侯爷定要彻查此事，给将士们一个交代呀！查，给我一层一层往下查，谁碰了粮，谁改了账，谁放的人，谁保的人，统统给我查清楚，一个都不准放过！父亲息怒，此事确实重大。三弟虽然敏锐，发现了西仓的问题，立了功，但他毕竟难免急躁偏颇。账目和仓储牵扯整个幽州的军政命脉，若由他一个毫无经验的人，只怕且军心动荡，恐怕不妥。二哥的意思是，我不该查。我没有抹杀你功劳的意思，只是军中之事需讲章法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是凭你一时热血就能乱动的。二哥说的有理，既然二哥担心我急躁，不如这样，二哥行事稳重，就由你来接手此案。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，西仓的烂账已经摆在所有人眼前了，二哥的第一反应不是彻查到底，而是先跳出来让我停手。怎么，二哥，你是怕我查错了，还是怕我查对了？陆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侯府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怕有贪污之事的，就怕有人到了现在还想着武。够了！此案由我亲自查办，晨儿，你从旁协助，调取一切你需要的账册和人手。从今夜起，谁再敢以任何理由阻挠查账，替人遮掩，按通敌叛国论处，杀无赦。完了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再想把这个废物压回泥里，已经不可能了。是我。满爷，您看这成色可还入得了三公子的眼？不够小的再给您添点儿。西仓案一出，侯府上下终于看明白了一件事：我不是在小打小闹，也不是突然学会了什么奇技妙巧，我是真的能查账，能控局，能掀桌子，而且一掀就是能砸死人的大桌子。公子，您是没看见，刚才我去侯府库房领料，那帮平时拿鼻骨看人的孙子，今天一个个笑得跟见了亲爹似的。那胖管事甚至还想塞银子给我喝茶呢，让我狠狠训了一顿。咱们这回可是彻底扬眉吐气了。得意什么？真以为这就赢了？没赢吗？咱们连西仓的烂账都翻出来了，二公子那边话都不敢说。西仓只是个开始，账越往下翻，牵扯的人就越多。现在那帮人对你笑，不是因为敬你，是因为怕了，而怕了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咬人也会更狠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要不要先躲一躲，避避风头？不，继续往前，越是这时候越不能停。我们现在的优势不是根基有多深，而是势头足够猛。一旦停下来，
给了对方喘息和团连反扑的机会。我们好不容易撕开的这道口子，立刻就会重新糊成一团死局。传令给韩柱和屯田营，铁方3班倒，水局连夜挖，必须尽快做出不可替代的实际，把我们的位置彻底定死在幽州的版图上。是，我这就去盯进度。公子，是最高级别的边警，3道狼烟，北敌的铁骑打过来了。好啊，还没等我去推进，真正的考场自己送上门了。幽州。